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个专业的房地产投资者都非常喜欢用的，而且是很强大的一个延迟交税的策略啊，就是1031交易，英文呢叫做1031 Exchange。今天啊，我会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介绍，包括什么是1031 Exchange，如何操作，都有哪些规矩等等。这个1031呢，我们没有亲身的操作过啊，但是我们之前买的一套投资房的时候呢，那个卖房子的是个老大爷。当时在 closing 的时候啊，除了平时我们要签的一些交易文件之外呢，他还让我们额外签了一个相关的文件，那个文件就是1031 Exchange。大意呢，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啊，有这个知情权，他们呢卖了这套房子的钱是要换到另外一套房子上去。所以啊，当时我们就留意了一下这个条款，后来呢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那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如果好好使用1031 Exchange 的话呢，对房地产的投资啊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根据最近一些房地产投资报告所说吧，由于现在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2021年啊1031啊会更加的火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现在在美国很多的城市啊，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那个泡沫水平。所以啊，如果现在大家想交易房地产，特别是在这种房价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使用1031 Exchange 啊，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第一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1031 Exchange。基本上呢，就是说投资者用出售一套房子的所获得的利润，比如说我10年前买了一套投资房，花了10万美元，现在呢20万美元卖出，那卖出的利润本身呢是应该要交税的啊，但是我用这笔钱来购买了另外一套同类型的房地产，那1031交易呢就允许投资者推迟就是获利的这部分的所得税，也就是 Defer Capital Gain Tax。 那咱们直接来看这张图。如果我们投资一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啊，比如说咱们花了800万美元，那这是本金，它的征税标准呢，也就是 Tax Basis 呢是500万。之后啊，我们又以1000万卖掉了这个项目，那实际上我们应该付的联邦税的部分呢是 1.2 个 million。因为咱们通过买卖这个地产产生了利润嘛，就像左边这个黑色的表格所显示。但是国税法1031条呢，却允许投资者啊进行再次投资。如果投入的是相同类型的地产项目呢，则1分钱的联邦税都不需要交，那就是右边这个蓝色的表格。这么看，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清楚多了啊？那对于像我们一样对 flip 房子感兴趣的朋友们呢，那如果好好利用1031 Exchange 啊，其实是有很多益处的。我本人作为一个小投资者能想到的就包括很多点啊，其中一点就包括可以通过将高维护性的资产啊转换成低维护性的资产，从而呢改变这个投资策略，而这个过程呢却不会产生巨大的税收负担。那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如果我现在有一套50万的房子在学校附近出租给学生，但是啊，我觉得维护学生租客啊真的是费时费力啊，而且学生又非常毁房子， turnover 很高，几乎每一年呢都要换一批人，管理起来非常不方便。这种啊就叫做维护性比较高的资产。如果我这个时候把房子卖掉，以同样的价格买了一套纽约长岛的2居室，租给了一个家庭，那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公寓的维护费用可比房子的维护费用低多了。第二呢，就是租给比较靠谱的家庭，很可能就是5年以上都不需要换租客。对我来说啊，其实钱挣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租给一个家庭省时省力省心。通过这种操作啊，我可以把一个高维护性的投资资产转换成低维护性的投资资产。那通过1031 Exchange 呢，在这个 transaction 之中呢，我不需要交1分钱的税。OK， 那了解完了1031是什么以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1031的主要规则。
那具体规则呢，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找专业的房地产中介呀、律师啊去咨询，毕竟这种就是和税相关的条款吧，都不会轻轻松松的办好。那今天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挑几个比较基础的，而且是必须满足的规则啊，来做个例子。那在往下看之前呢，朋友们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支持我们一下。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啊，快点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亮小铃铛吧。规则一就是同类资产。那要想获得1031交易所拥有的这种资格呢，出售和购买的资产啊，必须是同类的。那同类财产呢，这个定义其实很广泛啊，这意味着原始属性和新的这个资产的属性呢，必须拥有相同的性质。那换句话说呢，你不能说将你的农业设备转换成公寓楼，因为它们并不是同类资产。那就房地产而言呢， investment property 呢只能换 investment property， 你不能把个人的房子通过1031的方式卖掉，再买 investment property。那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投资独栋房屋换成投资性的公寓，或者把公寓换成多家庭的房屋，这个都是允许的。还有一个基本规则啊，就是原始资产和替代资产必须都在美国境内才能符合1031的规定。那你不能说我把美国的房子卖了，然后我回国买套房子，这个是不能通过1031 exchange 的。规则二，仅限于投资或商业财产。1031交易呢所适用的只限于投资和商业财产啊，不适用于个人财产。那咱们再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工作调动从加州搬到了纽约，然后你说我想把加州的自住房给卖了，然后买一套纽约的自住房，这里面产生的利润是无法通过1031来规避的。所以啊，很多人就会有这么一个操作，首先把自己的房子从自住房变为投资房，然后过2年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再在纽约买一套投资房。这个呢，就是合理的使用了1031啊来进行避税。这也就是相当于绕过了自住房不能用1031的这个限制。不过啊，这里面又有一个花费啊，很多的花费啊，就是你把第一套房子从自住房变为投资房的这个动作是需要跟银行重新办理贷款的，那也相当于是你做了一个 refinance， 那利率啊什么的都会进行变动。而且呢，重新贷款呢还需要手续费啊，等等等等。那这也是一笔大家需要考虑进去的费用。规则三，房子必须是更高或至少相等的价值。那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如果你卖掉的旧房子，比如说你卖了100万，你想买新房子的价格呢，起码要100万，或者是超过100万不可以说我买的新房子只有80万，结果我不但省了税，还能白拿20万的 cash，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不是非得要一换一啊，就是卖一套买一套，可以是一换多。比如说纽约的房价比较贵，你卖了一套呢，你可以去德州买好几套，只要德州这好几套的总价加起来跟纽约的卖的房子价格持平，或者是比纽约那套房子贵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城市的投资者选择退休的方式呢，就是把自己在大城市的投资房卖掉，然后去便宜的地方，比如说中部啊什么的，然后买一大堆价格都差不多的房子，然后用1031来避税。这样呢，自己离开了大城市，享受退休生活了，把自己的资产呢也就带走了，而且还不需要缴税，是不是还是挺聪明的？规则四，需要中间人。简单来说啊，虽然咱们说这个1031的交易呢是一个资产的转换啊，但是1031啊却是一个三方交易。咱们来一起看这张图。在1031交易的过程中啊，你需要一个称为靠谱中介人的这个中间人啊。该中间人呢，从你出售财产中啊扣留现金，并用这笔钱呢为你购买代替的财产。这并不是说你卖了房子以后这笔钱就给你了，你可以拿着钱去看新房子，这个过程你恨不得还能在股市中投资点钱，然后小赚一笔，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钱呢就相当于存在了一个中间人的账户。那像纽约这种地方呢，有的时候还需要有律师介入，然后呢你挑好后面的房子之后呢，这个钱啊就从中间人的账户中划走了。这个流程必须全都走完，1031才能得以完成。
规则5 45天和180天。那最后一个特点啊，就是1031是有时效性的。这里呢有2个关键的数字，45天和180天。45天指的是呢，在45天之内，你必须 identify 下一个新的 property， 也就是说45天之内，你必须基本上你选好了，你准备再买的投资房。那180天的意思呢，就是180天之内必须要完成这笔交易。那所以啊，有很多准备使用1031的投资者，其实很早就开始看房了啊，然后有了中意的新房，才把老房子挂上去卖掉。总的来说呢，要想成功进行1031的这个1031 exchange 啊，必须要遵守很多的规则，但是合理利用税法知识呢，却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积累财富。尤其是房子涨价多的地区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1031 exchange。因为啊，你10年前20万买的房子，现在卖掉可能是60万，那你交税的话，你这40万的差价就是要报税的。但是呢，如果使用1031，你就可以啊再换成2套新的投资房，然后这2套新的投资房呢还能继续升值，这就有点像利滚利的那个意思了。那希望今天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咱们也来一个点赞、留言、分享，素质3连。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感想呀，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